是水。It's all water everywhere, and it's coming from above as well. Over the stove as well.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库法丽萨，我是 Lisa。今天呢，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心情来面对这个影片，但是我也蛮久没有更新在澳洲的 vlog， 然后我想说今天这个事情我还是来记录一下好了。那本来这周我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复活节假期的时候去周边小旅行的一个 vlog， 但就在前2天，我家发生了一个就是我觉得超荒唐、超 drama 的事件，就是雪梨上周末连续下了大概2-3天的暴雨。Alert tonight as a powerful rain system unleashes and threatens major flooding. 就在周6凌晨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家被水淹了。对，就我觉得我想做个记录，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星期6早上5点的时候呢，杜先生因为起床就是想喝水，他就想往那个厨房的方向走，然后他就听到有奇怪的水声，就除了外面雨真的下得很大雨声之外呢，他觉得为什么楼梯间那边有疑似水声，所以他就打开门，然后发现那个水从楼上这样子哗啦哗啦流下来。那当时我还在睡觉，但我没有睡得很深，所以我就听到他开门关门的声音，然后又第2次开门关门。我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可能是有时候有蟑螂或什么的，我想说他可能是在查看外面的状况。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干脆起来上个洗手间好了。起来上洗手间之后，又听到他开门关门，这时候他就往我这边走过来，然后跟我说 ，There's a flood。他真的很激动。之后我就想。暴雨是下到我们整个街都淹水了吗？有可能吗？因为我家这边地势不算很低嘛。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那地下室的车子怎么办？他也想到了，所以他跟我说他要去地下室查看一下车子。那就在这时候，我出来到客厅的时候，看到都是水，所以我就开了那个家门之后，我就看到哇。那水从楼上是整个灌下来，可能比 shower 还要大哦，就是这样一直流下来流下来。然后我心就想怎么办？这时候杜先生就回来了，他跟我说他去敲了楼上邻居的门。我们这里就是3层楼，所以我是2楼，然后3楼邻居是顶楼。敲了门之后都没有人回应，所以他就说可能没有人在家，所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时候他就说怎么办？What can I do？ 我就说，那你赶快去1楼，因为我们的房东刚好住在1楼，你赶快去敲他门。他这时候去敲门的时候呢，房东的儿子已经全副武装起床了。他说我们的地下室也淹水了，已经淹了大概到脚踝这么高，所以他就拿那个抽水机赶快去抽水。这时候杜先生也下去帮忙把那个水管拉出去排水，这样。那我在家里就想说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就想先去拿那个是什么刮水的那种工具，就快速的走到阳台的过程中，我就滑倒了。我才发现，哇，就是我连厨房上面的那个天花板全部都在漏水，然后已经半个客厅都被淹没了。Over the stove as well。那时候杜先生刚好也上楼来，然后他也吓到，就是我怎么了？我怎么会在地上？当下几个反应就是，第一个我们通知了房东一家人，就是有个主要是老奶奶，她就很慌张。杜先生问他楼上的钥匙呢？你能不能就是给我钥匙，我去把它打开？他也是What happened？ 就是很慌。我同时在家里呢就想。我要怎么减少那个水流？所以我就拿了一条最厚的大毛巾，先把门口的那个缝堵住，看能不能水少进来一点。然后第3个我就想要怎么样排水。后来我发现那个水进来的速度实在是快到我没有办法是用什么拖把或是就是你知道慢慢去扭抹布，完全来不及。所以我们就是拿那个刮水的工具，就是尽量的把水就是快速的拨出去。第4个呢，就是我们把所有就是木头的家具呢，可能会浸湿的家具都搬到房间里面。大概过了，我觉得应该有20分钟吧，就听到消防员来了，去楼上破门而入。就这整个过程大概一直到半小时的时候呢，雨终于停了，所以水也少了。我们就想是漏水吗？还是水管破裂？这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到楼上去看，因为他门就没有关嘛，所以我就看，就是在门口探了一下，客厅都没有人，所以我们就想应该邻居都不在吧。Now it's 5:35, like half an hour after we found out.
And now it's all flooded. 到了水都停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把水开始扫出去的时候呢，房东的儿子把那种可以吸水的吸尘器拿来了，所以他先从 corridor 就是那个走廊那边开始吸水，先把主要的水吸掉之后，然后我们一边在室内把所有的水都扫出去。早上5点半，已经清了一点点，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大概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吧。我们基本上房子里面的水都是我们自己清理干净的。这个前提，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在频道里还没跟大家分享过。我现在大概怀孕5个月了，所以当下呢，我跌倒了之后，我其实很慌张，然后也很担心，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受伤。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杜先生就是你知道洪荒之力，直觉反应，就把所有的东西让他都搬啊、清啊、扫啊。我也没有办法蹲下来，然后就是去扫，我就是用可以有的工具这样把东西都扫干净。我先讲结论，就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们财务什么没有太大的损失。目前坏的是厨房的瓦斯炉，跟可能那个厨具有泡在水里面，然后还有木地板就是有问题。讲到这里了，对不对？你们觉得为什么事情会发生？我跟你讲，后来呢，大概过了1个半小时还2个小时吧，就是我们都把水扫干咯。邻居起床了，房东把吸尘器从3楼进去，把水开始吸，他们才起床。2个年轻人是 roommate， 他们从头到尾都睡死了。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顶楼的阳台是半露台，就是室外的，那它的排水孔被树叶堵住了，他们没有清，所以那个水就在瞬间降雨比较大的时候，一路从他的阳台漫进来，等于是满到他们客厅之后，然后往楼梯间整个满下来。所以我们基本上3楼、2楼、1楼全部都遭殃，因为那个水真的很多，就是连1楼我就看他们门口都是放着毛巾什么，就是想办法抢救的状态。对，这就是我们那一周发生了很荒唐的一个事情。那后续怎么样呢？就当天我们把东西都清完之后，当时因为杜先很快的把所有的厨房家电啊，还有我们有个 pantry 很多食物都搬出来了，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那个木地板都起泡泡了，还有一些要修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在澳洲我们租房大部分都通过 agent，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通知 agent， 然后来做那个 damage valuation， 看看所有的损失的程度到底什么样的，然后再来讨论后面可能我不知道会有维修期啊，会有房租减免之类的，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如果之后有后续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去 report 还蛮重要的，因为怕我们到以后万一哪天不租了这个房子之后呢，很有可能他退房的时候检查会发现这些 damage。那如果我们没有去 report 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被罚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动作要做的。当天我就分享到那个小红书上面，然后没想到1个晚上就10几万人观看，然后给我了很多的意见。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住在里面，这个事情结束之后隔2天是大太阳、大晴天，所以我们把水扫干了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很明显潮湿的情况。网友们还是有给我们建议说，可能会有那个木地板以后会发霉啊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要看 agent 来之后帮我们做评估之后，看后面怎么处理。那至于我呢，很幸运的就是我跌倒了，但是就除了这里还看到吗？有一点淤青啊。就是还好摔的是我的屁股，所以屁股现在很有肉，就没有事这样子。对，就是宝宝和我都很健康。杜先生是我们那天打扫完之后，肾上腺素退去之后，他就全身酸痛这样。但是我们的心态其实都还蛮乐观的，因为我们觉得第一就是自己的东西没有太大的损失，第二是人都没事。对，那后面看房子这边怎么样，就一步一步处理吧。那这就是本周荒唐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好咯，那希望我的开心的旅行小影片也很可爱，可以剪出来。那就这样咯，拜拜，下次见。